平行在相同的时空里，怎么努力也抓不到你。等我们故事再继续。听雪融化，可是心在烧。你的声音我听不到。握紧的手松开，只觉得痛，逃不出爱的牢笼。注定只默默看你走入你的背影，逃不出空气里你的占领。平行在相同的时空里，怎么努力也抓不到你。等我唤醒你，等我们的故事再继续。哎呀，杜太医，你可是受伤了？微臣失礼。你，莫非该不是？罪臣杜之初欺君罔上，安排女儿杜若女扮男装出入太医署，你可知罪？微臣知罪，但微臣实有不得已的苦衷。那杜太医，朕就听听你的苦衷。皇上，小女杜若自幼对医术着迷，天资聪慧，未及10岁便可行医看病，微臣门下无一人可及。放眼兰国，最好的医书药材都在宫中，小女最心向往，无奈太医署不许女子进入，小女只得女扮男装，实非有意欺瞒圣上。微臣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出生未足3月，亲娘便已过世。微臣管教无方，过于宠爱，都是微臣一人之过。微臣愿领受一切责罚。皇上，一切事端皆由杜若任性引起，牵连了父亲。杜若愿一人承担所有的罪责。我皇上开恩呐！皇上，这后宫与皇上的安危息息相关，不可草率。这杜若女扮男装，臣妾担心，恐是和居心不良的嫔妃有勾结。且不论居心，单单这条欺君罔上，就够抄他9族了。两位娘娘，既无确凿的证据，随口一句，可是要人命的。证据？欺君罪还不够大呀？聂昭仪反应如此过激，难道杜若是你的人？难怪当初解毒的药方能够信手拈来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大家都在，好热闹啊！外面看来还以为御书房在设宴呢。臣弟来迟了，参见皇兄皇嫂。武帝，你来得正好。御花园毒蛇一事是你亲眼所见的，朕想听听你的意见。皇兄后宫中的嫔妃们个个聪明过人，我还真没想到口吐莲花、无中生有的本事还真是厉害。若是众位怀疑杜若与聂昭仪勾结，那臣弟挺身相救聂昭仪，是不是连臣弟也一起难逃嫌疑呢？瑞王这是英雄救美的善举，怎么会是帮凶？皇上，臣弟愿用瑞王府上下作为担保，杜若与聂昭仪绝无勾结，更谈不上别有用心。那武帝，你如何证明？启禀皇上，其实臣弟早就与杜若结识，且早已得知她是女儿身。若勾结，
也是臣弟勾结。若论欺君，请皇上把臣弟一起算上。武帝啊，朕从未见过你为任何女子求朕。杜若姑娘唯一做错的，就是隐瞒身份入宫。虽女扮男装有欺君之嫌，但并未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。在这后宫中，除了杜老太医之外，各位娘娘们最信任的应该就是杜若姑娘的医术。是啊，毕竟杜若从未害人，反倒救了不少人呢。瑞王和聂昭仪也都得幸于此啊。请皇上降罪于杜若一人，杜若愿一力承担，恳请皇上宽恕我父亲。杜若愿辞退官职，永远离开太医署。杜若虽有错，但是在东林寺一役和聂昭仪中毒一事中，功不可没，可以说是功大于过。杜之初妙手回春，而他的女儿更是青出于蓝。既然是有用之才，何须屈于男女？规矩的建立，并不是为了埋没人才的。朕决定，特准杜若可穿女装进入太医署。杜之初父女所犯的罪责，既往不咎。谢皇上开恩，臣当尽心尽责，死而后已。其实，在宫中多一个女太医，并不是坏事。起码可以检查一下每个嫔妃的心病。如今日这般无稽之事，朕希望日后不要再有了。皇上英明。瑞王殿下，瑞王殿下，你身体可好？那日得你舍命相救，无双还没来得及答谢。还有，方才幸得你解围。谁替你解围了？杜若对我有恩，我不想被他说我是忘恩负义的人。方才的事，你没看透吗？在这宫里，早有不少人恨不得你赶紧死。我从不犯人，可也免不了遭人记恨。自古以来，深宫便是无情之地。在这宫里，我已死过千百回了。你要记得，想要活下去，就必须学会狠心，丢掉那些无用的妇人之仁，把你心中的那把刀磨利了，才能保护自己。你要明白，每一次见面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，没说的一句话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句话。我早就什么都没了，我比他们都不怕输。如今的聂无双不会再怕任何人。今日我又欠了瑞王一个人情，他日定当偿还。你欠本王的还少吗？若想要报还于本王，就给我好好活着。等到哪一日，我可是会通通要回来的。这杜太医还真有几分姿色，没几分姿色，怎会和瑞王关系匪浅？请问杜太医在吗？
德顺公公，可知在这宫中，下人议论主子，其罪当诛。哼，本公公没想到你们太医署的规矩居然这么松散，要本公公回去禀报瑞王殿下吗？德顺公公饶命，小的们知错了。今日算你们走运，有林嬷嬷替你们求情，不跟你们计较了。谢谢林嬷嬷。哇！杜太医，你已经有10天没到瑶阁去看望林嬷嬷了。我太医署的事比较忙。哦，对了，我命人送去的药按时间服了吗？当然了，吃了杜太医的药啊，林嬷嬷的病好得可快了，只是而今说话还是有一些沙哑。哦，这些啊都是嬷嬷亲手做的，桃酥饼可好吃了。好精致的桃酥啊！想必这味道定是很好。这些啊可都是瑞王最爱吃的，林嬷嬷平常可不让他人吃，但是杜太医可就不一样了。我不吃东西。嬷嬷，你如今的状况已日渐恢复，我还是会继续给你开药的，记得按时间服就行。你不喜欢见到我？当然不是。林嬷嬷，林嬷嬷，你没事吧？林嬷嬷，德顺，你不是派人传话说林嬷嬷头昏脑胀，被人抬进太医署？她现在好的都能站着。是，可能林嬷嬷来到太医署见到杜太医之后，就全好起来了。微臣见过瑞王。好，都坐吧。我们现在就来做你们安排本王来这儿想要我做的事情。嬷嬷想要看我们一起喝茶。嬷嬷想要看我们一起吃桃酥。嬷嬷的意思是，让殿下跟杜太医聊聊天。那真是太好了。聊天，杜太医，你想要聊什么？谈风月，谈天，谈心。该不会是要我们谈情吧，杜太医？奇怪了，能医好师生的人，自己却成了哑巴了。对不起，我太医署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这不就是太医署吗？杜太医要去哪儿啊？他自己不跟我说话，怪我了。若儿，爹，承恩在四处找你呢。你如今是女医官了，就该在太医署候着。等他走了，我就回去。你是在躲瑞王？明白了。这个御花园可真漂亮，只是平常都太匆忙了，没时间观赏。若儿，你是在等那个欣赏你的人吗？瑞王欣赏你啊？怎么可能？那你喜欢瑞王吗？
我怎么会喜欢一个自命不凡、狂放不羁的人？偌大的宫中，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有女孩子不喜欢瑞王的。瑞王喜欢的是聂昭仪，他救我，只是为了拿我来气他。诗音，你要记住，瑞王萧凤清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人，你最好远离他，还有他身边的人。我才不沾这个桃花账呢！这个瑞王也太任性了，既然自己喜欢，干嘛要送给皇上啊？如今聂昭仪已被宠幸了，回不了头了。聂昭仪和你一样，还是处子之身，根本就没被皇上宠幸过。这件事情不要声张，这是我跟皇上之间的秘密。爹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也搞不懂皇上是何心思，在宫中不明白的事情多了，历朝历代都是拿我们太医署作为杀伐异己的工具，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是没人能明白的。好在你而今是女医官了，我们妇女只求自保为上。啊，原来皇上尚未宠幸聂昭仪。爹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，要克制自己，不要让自己喜欢上瑞王，明白吗？爹，那瑞王的母亲季柔桑她是谁啊？为何太后要说她是妖女？还有，她的死为何是宫中的忌讳啊？聂昭仪说见过她，说她就在水晶棺材里，是太后把她藏起来的。那若这都是先皇所为，父亲，你当年作为最受宠的太医，这件事你会牵涉到其中吗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再问了。你怎么对瑞王的一切都这么感兴趣？这是人头落地的事，明白吗？若儿知晓了。臣妾替武帝做的媒有眉目了。哦，是相中了姚家的远房亲戚，还是淑妃家的许家淑女？两个都看不入眼，难怪狩猎相亲那日，瑞王对他们都是爱理不理的。原来瑞王早就心有所属。心有所属？谁呀？太医署杜之初的女儿杜若。臣妾想起狩猎那日回宫之时，杜若的脚踝受伤，瑞王便把她背回山上，还不让人帮忙。还有，那日众人攻击杜若女扮男装，瑞王便挺身而出，力保杜若。这不是喜欢，还能是什么？但是武帝真的对她这么好吗？那是自然。听说今日瑞王还借故带凌嬷嬷去太医署看病，实则是想去见见杜若姑娘。这杜若姑娘英姿焕发，立计存心，而武帝这种浪子的个性，的确适合这种中正平和的姑娘。若真是促成了这门亲事，武帝便有了家，皇上也可以了却一桩心事了。昨夜皇上去了何处？听杨直说，皇上在来义宫皇后处。德妃入宫以后，皇上只在新婚之夜去过一次，好似再未去过关雎宫。我看德妃的虚张声势都是装出来的。还有皇上这几日都是在新仪宫淑妃娘娘的午膳。皇上御驾出兵远离，淑妃的父亲许环山，可是蓝军里举足轻重的人物。皇上以妙统领军，这新旧两派分歧，自然要在许环山处多下点功夫，安抚下旧人。至于德妃嘛，她是离国的公主，高阳诡计多端，阴险狡诈。皇上北伐的计划，定不会与德妃多讲。如太后所言，这宫里的嫔妃，每个人皆有自己的存在价值，是不同的妻子。
姐姐真是看得通透。还有别的事情吗？是瑞王的事。听德顺说，林嬷嬷对于换回女儿装的杜若很是喜欢，主动带着糕点和瑞王到太医署探望。也许这是杜若与瑞王的缘分。我觉得瑞王的缘分并非心系杜若。夏兰，不许胡说！万一让人听了传了出去，且大做文章，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？夏兰该死！夏兰只想让姐姐高兴，晓得姐姐如履薄冰，眼泪都往肚中流。夏兰什么都做不了。对不起，夏兰，我不该这么说你。我明白你是为我好，但是我不敢再碰秦爱，只因伤不起。他总是给我带来灾祸，我不能伤害瑞王和皇上。可姐姐如何晓得他俩不是和你一样受到伤害呢？若瑞王与杜若一起，这梦就可结束了。但姐姐和瑞王还是有转机的。其实姐姐根本就未被皇上宠幸，这事万万不可让他知晓，就让他心死好了。我恐一时的意乱情迷，会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且瑞王有别于一般人，若表白了，我就变成杀他的刀了。姐姐，你真是太难为自己了。有些人，他未必会与你长相厮守，但却永远活在你心里。看到他幸福，你便安然。这是岭南进贡宫中的龙眼，哀家突然想起许爱卿特爱此物，特邀共同品尝。臣谢太后圣恩。北伐园林一事，许爱卿可用尽了心力？皇上此次御驾亲征，军心振奋，士气高昂。皇上御驾，哀家担心万分。瑞王武功高强，若能与皇上一同前往，皇上的危险或许会少几分。太后高见，臣也觉得，若瑞王能与同行，更能助新军士气。敢问许卿家，妙明湖挂帅能否服众？回太后，妙统领铁面无私，有智有谋，勇悍非凡，善于骑射，加上对北方军事地形的布阵经验，实在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。皇上能得此将才，乃我大兰的鸿福啊！是大兰的鸿福，还是皇上的鸿福？如今说都为时过早。薛家父子如何看待此事？有传哀家和皇上权力一转，许爱卿可有所耳闻？微臣一向不爱听流言蜚语，未有所闻。且薛将军父子最近3缄其口，看来未对皇上选妙统领挂帅生歧见。那哀家就宽心了。自先皇登基以来，无论是薛家还是许家，皆是哀家的左膀右臂。当年哀家能允许你女儿入宫，虽3年未有皇嗣，但哀家仍封她为淑妃，可见哀家对你的用心。许家世代不忘太后圣恩，许环山毕生定对太后效忠。你如今能帮哀家的，
便是安抚好薛家父子，所有的权衡还要待皇上回宫之后再定乾坤。哀家此刻也不便与皇上争一时之气，当下我们应当同仇敌忾。虽然大兰是皇上的，可亦是哀家与诸位大臣兢兢业业扶持10几年的心血。太后真是深明大义，尔等几位开国大臣大可放心，哀家虽老了，但还未老糊涂。这天，翻不了。太后只召见了父亲，未见薛明义。玉香，先退下吧。诺。太后是想从我的口中探知薛家父子对妙明湖挂帅之事的看法。父亲可有煽风点火？这不是太后当下要听的话。我猜太后是想我们这般旧有的功臣不要内斗，想让我带他去安抚薛明义父子。那父亲？为父当然不会惹这事上身。太后和皇上之间权力会否发生逆转，谁都说不好。太后深藏不露，口不对心，要明哲保身，谈何容易？这些恩赐的龙颜，真是吃不消啊！太后还想让为父替她做一件事，就是游说皇上带瑞王一同离宫去园里。太后为何不亲自开口？皇上定会听她的。须是太后恐皇上有所防范，她将瑞王调离宫中，是要对付谁呢？聂无双。你可是要寻这本书？皇上，免礼。无双擅闯金阁，还望皇上恕罪。那日无双误打误撞来到此地，看到这个画册有些蹊跷，故今日前来看看。自那日你向朕问起先帝那枚承奉天道的玉印，朕就猜到藏经阁中那本《金刚经》应该是被人动过了。那日无双并不知此乃先皇遗作。朕登基后第一次看到这本画作，当时之感，觉着这些许是先帝凭想象所画的，是以就将它藏于金阁之中。直至朕见到了季美人的水晶棺。原来皇上早就……朕确实瞒了凤卿，不过朕已与太后商议好，只要击退久辽，
定会好生安葬季美人的。皇上用心良苦。无双，倘若今日你先拿到了这本禁书，是交给凤卿，还是交给朕？无双确实本想把这本书拿给瑞王，只是不想他继续消沉下去，一直活在自己的心结里。不过今日知晓皇上的安排，无双会当作从未来过此地。有时候，真是宁愿你当初走了，再也不回头。娘，真的是你吗？你回来了。这只是娘的一个幻影。娘，你告诉我，那老妖婆把你藏在何处？娘现在还不能出现，娘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凤卿，你要记住，你是圣女的儿子，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儿女情长，你不能步娘的后尘。不可以爱上这儿的任何人。神鸟凤凰就要出生了，他们会带我们及天泪神石离开。娘，你别走！娘！娘！原来这是个梦。你是圣女的儿子，是我们星球未来的王。你如今拥有天泪神石，你的能量同从前有异。娘现在需要你的帮助。又见面了，你这妖怪！碾死一只蚂蚁。你杀了我也没有用，残杀同类，只会令你和圣女背上耻辱。你知道什么？我就是你心里的虫。没想到蛇毒非但没置你于死地，反而让你能量大增。乖乖交出天泪神石，带我们去找到圣女，迷途知返才是正道。就凭你？聂无双和萧凤鸣是你的死穴，假如他们二人落在我的手里，你就要乖乖的听我摆布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假如聂无双和萧凤鸣同时遇险，
你会牺牲掉哪一个呢？这道题的答案实在是太精彩了，我已经等不及要看结局了呢。只要抓到你，就能引圣女出现，这下你跑不了了。皇上，瑞王求见。告知他正在上元宫。不用了，我已来了。你们全部出去。诺。哎，袁离出兵在即，奏折上的都是废话。哎，朕不是已经传旨下去，命你去跟进开凿运河一事吗？臣弟打算在袁离回国之后再处理这事。三哥，你是不想让我与你一起御驾亲征吗？此次北伐凶多吉少，三哥的确不想你同去冒险。况且有妙明湖为主帅，吾弟还需担心三哥的安危。皇上信赖妙明湖胜于臣弟，妙明湖能取代臣弟吗？吾弟呀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三哥不想你同处险境。臣弟明白皇上的意思，但是此行险情重重。臣弟不担心久辽，但是担心高阳会有阴险之举，岂不正好中了太后的下怀？臣弟应当替皇兄冒这个险。皇上呢，坐镇宫中，方为上策。这个许环山还算有点头脑。三哥，他竟然建议皇上以瑞王为副帅，一同远离，以防有诈。莫非是你在捣鬼吗？当然不是，这许环山是太后的人，怎么会为我做事啊？不过此次我还真是觉得他有点远见。其实，你我兄弟俩，谁去不都是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。若是我死了，这世上不过少了一张吃饭的嘴。可若是皇上有事，那兰国休矣。你看你这口无遮拦。如若你我二人出了什么事，那之前所有努力不就前功尽废了吗？只要有我在，绝对不会让三哥受到任何伤害。只要我活着一日，三哥亦不会独自以身犯险。正所谓，打虎不离亲兄弟嘛。这妙明湖再怎么英勇神武，这一点跟我相比，他可是望尘莫及了。你，三哥，莫非你当真想要放弃这次我们兄弟俩并肩作战的机会吗？好吧，朕与谁斗嘴都不累，跟你斗最累。太好了，三哥，那我们定会马到成功，大胜而归。大胜而归。聂昭仪，德顺公公差人送来一样东西。好好活着，替我看管这宝石，等我回宫。是瑞王殿下送来的吗？他怎么能把这护身石留给我呢？皇上驾到！不知皇上驾到，请皇上恕罪。请起。朕深夜前来，
亦为世间通传，你何罪之有？知晓皇上明日就要御驾亲征了，无双明日一早会为皇上与大军祈福。你愁眉深锁，是在为朕担心吗？我哥以往镇守离国北疆，与久辽大小数十丈，有他陪在皇上身边，无双也算放心一些。朕是从来不会打无把握之仗的。自朕登基以来，军中大权实是由薛许两家把持。朕此次御驾亲征，是期望通过袁离的机会，在军队中播下新军的种子。此次有你大哥和凤卿相助，朕如虎添翼，无需太过担心。这个是先皇留给朕的一个很宝贵的东西，那对皇上定十分重要。重要的东西要跟重要的人在一起。此次离宫，朕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。愿是你有意的心，你让般若即若离，夜风中我在这里，迎接怕你眼神的降临。是否遥远的美丽，才是守护你最好的距离？总是永远迎接这月的背影，太阳的爱从未远离，日月总不能在一起，但愿请别叹息，温柔日光始终眷恋却又遥不可及，是否遥远的美丽，才是守护你最好的距离？总是永远迎接这月的背影，太阳的爱从未远离，日月总不能在一起，但愿请别叹息，温柔日光始终眷